如果来甘肃天水的甘谷县旅行，除了拜谒天水麒麟儿姜伯约之外，记得别忘了来甘谷大象山。这边有一座巨大的唐代释迦牟尼佛像，因为山中有这座巨大的造像，所以它被称为大象山，非常简单粗暴。也正因为此，这既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正八经的4A 级景区。大象山现存石窟22个，靠木栈道相连。虽说洞窟还在，但根据官方资料显示，原先的造像都被毁坏了。如今洞窟内的造像绝大多数都是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产物，只有少数例外。所以我们待会儿只重点介绍那些例外的，其余的就一笔带过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甘肃天水甘谷县的大象山石窟，费了老大劲爬山，就为了看这尊大佛。现在咱们开始来看一看。我订的酒店距离这儿很近，也就3公里左右。甘谷街头不像能随便停车的样子，幸亏酒店自己有地库，车停进去很安全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发现很多特色饭店都关门了，关键时刻还得是肉夹馍网红店靠谱。大象山脚下的公园有停车场，车位很富裕。我去的时候，外地游客免费。公园的风景很好，尤其是航拍视角，彻底推翻了我对甘肃风景的刻板印象。原来不只是大漠古城，也有青山绿水。但我在山下的公园转了很久，虽然能远远的看到山上的那尊大佛，但半天没找到上山的路。直到我发现了导览图，才在公园的边缘位置找到了景区的入口。他们这个山门是一个4柱3门3楼的木牌楼，上边写着大象山3个字。穿过山门，沿着山路往上爬，很快就来到了姜维殿。此殿面阔5间，屋顶被大树挡住了，看不出来构造。殿中央位置供奉的是姜维，侧面供奉的是马三将军，这是当地的民间神灵，生前是商人，虽说没有编制，但据说很灵验，所以当地人也在供奉他。而对面的映山顶砖房则是一个土地庙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山上爬，能在道路左侧看到一个小门，里边的砖房是观音殿，这也太现代了，所以看看就出来。再往上爬，道路在左侧有个分叉，走过去之后能看到一个大门紧闭的太昊宫，上边褪色的3个金字是清代国子监贡生李维平所写。我一查资料才知道，合着太昊宫就是伏羲庙，那就不着急了，因为后边有可以进的门。伏羲庙这个位置就是售票处了，再往前就要收费了，全价票每人30块。但我们先不着急刷票，而是先上伏羲庙里边转一转。这小门上俩字是庞通，如果同行的朋友不认识，记得念给他。院子里边的伏羲殿始建于明朝，后来在清同治年间被焚毁，后来又在光绪10年重修。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映山顶，殿内供奉的则是伏羲塑像，殿前则挂满了许愿牌。现在我们穿过检票口，来到不让拍照的千佛洞，洞内冷森森的，造像都嘎嘎新，不拍也罢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上爬，能在左后方看到一个没开门的接引佛殿，这屋子应该是单坡映山顶，墙壁都是嘎嘎新的砖墙。不多说了，回到主路继续向前，再往上就来到了文昌阁。资料说它始建于明朝，现存的是清朝重修、民国加盖的建筑。但这个外墙未免太新表现主义了，不看屋顶还以为是洋楼呢。但仔细看这个门，重点看外侧刻出来的对联，这是在民国15年由甘谷县名士宋廷珍所撰写的。而院子中央的阁楼应该就是清朝留下的文昌阁，这是一座2层的木质楼阁，而内中供奉的则是文昌帝君了。走出文昌阁，我们再往前走，一路来到鲁班厅。说是厅，其实就是一个亭子。鲁班厅后则是鲁班门，这还是一座华丽丽的垂花门。再往后就是鲁班殿了，此殿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，后于晚清时期重修增建。据说内部还有一个用边角料所做成的八卦莲花藻井屋顶，这我们得进去看看。我们能发现内部的正殿供奉着鲁班，后院还有个关了门的月老宫。看来月老近些年的生意越来越差了，但逛了半年，前面说的藻井在哪儿呢？直到最后才在鲁班仙师的头顶看到了这个藻井，可惜黑咕隆咚，根本看不清楚。穿过鲁班殿再往上爬，就来到了爱民亭。这是一座竣工于1987年的古亭，亭子不仅可以歇脚，还可以俯瞰四周的风景，这种感觉可以说是非常惬意了。再往上爬就来到了财神殿，外墙上4个符文浮雕掉了俩，但轮廓还在。内部建筑始建于清朝，殿内供奉的则是五财神关公。然后我们按照箭头方向走，直奔石窟区的方向。
下一个目标无量殿则是石窟区和古建区的分界线。据说这座庙诞生得很早，但存留至今的建筑则是民国时期全面修缮的产物。如今正殿之内供奉的是华严三圣，中间是释迦牟尼，左斜侍卫是文殊，右斜侍卫是普贤，侧面的小殿是火神庙，屋顶能看到民国时期留下的修缮记录。门口资料还说此处平齐藻井尚存，请问存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资料还说两侧壁画尚存，但如今这两侧的墙壁壁画也消失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些残迹。莫非说的是外侧的这两幅壁画？那光有人物也不能算是三国故事啊！再往上走，穿过一道写着石窟寺的木门，就来到了神医殿，里边供奉的是华佗。顺着山间岔路往上走，就来到了地藏殿。殿内的造像是地藏菩萨和道明月宫二弟子，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新产品。往前走进一个半坡硬山顶的砖房，就来到孙真殿。这是大象山的早期洞窟，供奉的是孙膑及侍童白猿、毛遂塑像。旁边的妙严宫则供奉着太乙真人，旁边两个侍童里明显有一个是哪吒。再往前走，就看到了被镶在山崖间的药王洞，这是生怕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石窟结合寺庙，所以把整个房屋都结合进去了。药王洞的入口非常窄，仅容一人通过，里边是寒气刺骨。洞内的造像看起来很新，我们也在窟内看到了熟悉的华严三圣，中间是阿弥陀佛，左右分列文殊普贤。看到深处这尊造像后，我突然想起当初学的快板书，药王爷本姓孙，提龙跨虎，手捻着针。还有药王爷就在当中坐，十大名医列两旁，那两侧就是十大名医，中间必然就是药王孙思邈了。当初在四川安岳的明山寺，我没认出来药王菩萨，就是因为手里针掉了，就不认识了。出去之前看到了熟悉的马三将军，在山下刚见过不久，在这里就重逢了。现在我们走完岔路回归主路，在这扇垂花门之前就能看到一个送子殿，里边供奉的则是送子观音，旁边有善财没有龙女，但有个背着小娃娃的老头，不知道是谁。下一窟则是玉兰观音洞，里边是观音的另一个皮肤玉兰观音，附近还有一个崭新的药师佛窟。再往前走，终于来到了大佛的面前。此佛身高23.3米，肩宽9.5米，是渭河流域唯一唐代大佛。佛的身上尚有彩绘留存，这应该是后世修缮时留下来的。这是一尊坐佛，而且是两腿自然下垂，这种坐姿叫做善家趺坐。资料说大佛脚踏莲花座，但大佛的脚被穿了塑料鞋，前面又有栏杆，所以没法看细节。大佛的衣服是典型的双领下垂式袈裟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尊大佛的胸肌轮廓很明显？这就是唐代造像的一个特点。南北朝时期就算是袒露身体，也没有这么明显的肌肉线条。佛的左手在膝上平放，右手看似在正前方比出一个 OK， 展牌说是吉祥印，实际上推断为拔济众生印。这个拇指与无名指相扣的造型符合《佛说造像亮度经》中的记载。最后我们再来看大佛的头颈。关于大佛的发型，资料说是水波纹型肉髻，水波纹指的应该就是偏外侧的位置，前面这两个则是典型的涡卷纹，所以个人还是将其概括为波纹型发髻。大佛头顶这个位置是眉间白毫像，目前还有点浅浅的痕迹，原版可能更华丽一些。重点说一下大佛脖子上的3道纹，这个叫做残结纹，这也是唐代或唐代以后造像的特征之一。说是唐代的，但麦积山的隋代东崖大佛颈部其实也是有残结纹的，总不能因为隋朝持续的时间短就把它忽略了，所以这个特征的时代滥觞或许可以追溯到隋朝。看完佛身，我们来看周边。佛龛顶端靠上的这个位置装饰着2朵向上的莲花，这个叫做仰莲。龛内这个蓝色带翅膀的好似妙音鸟，专门负责在佛国世界演奏 BGM。 而大佛侧面的这块黑碑是一块清同治年间的功德碑，和附近的其他碑一起就已经算是老物件了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今天的主目标，也就是大象山的唐代大佛，但后面还有少许看点，让我们把它看完。下一个是丘祖洞，这里供奉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长春真人丘处机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供丘处机的地方。再下一个是三星殿，供奉的是福禄寿3星。再下一个是莲卧观音洞，观音菩萨的这个皮肤还是比较罕见的，也是我第一次见。再下一个是三义殿，里边供奉的是刘关张，这样的供奉也很少见。可能是刘备觉得我二弟的贡品数量天下无敌，不如和三弟一起来蹭一蹭。其实蹭诸葛亮的更好，什么猪脚饭、肯德基、胡辣汤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，样样俱全。下一个是三清殿，很多件就不多说了。
再下一个是玉清殿，供奉的是吕洞宾，但为啥不叫纯阳宫啊？再下一个是眼光菩萨洞，这也很常见，但下一个仓颉文王洞就属于是罕见的供奉了。看近景，黄衣服的是文王，旁边的仓颉是4只眼，看着模糊是正常的，与过度奖励自己无关。然后我们登上阁楼，来到天爷殿，但看天爷之前，先要看地母。其实地母是相对比较原始的信仰，但我更期待后面的天爷。平时天天念叨老天爷，却不知道是谁，所以期待。然后穿过门洞，登上阁楼2层，先看到中间是一个弥勒佛，侧面是王母娘娘，然后天爷殿里边供奉的居然是玉皇大帝。又拿你徐哥打岔是吧？这让我好一顿猜，直接叫玉皇阁多好。最后剩余的路写着游客止步，所以今天的旅途到此就结束了。说真的，头些日子天水麻辣烫火了，那么应该会有不少人顺便来到冈古去拜谒天水麒麟儿姜维的故里。冈古来都来了，怎么能不来大象山转转？尤其是这尊精彩的大佛，那是在冈古县存留至今的盛唐气象。而在观赏大佛的路途中，还能看到民间的信仰、历史的见证以及政通人和的美好气象，那便是我们不远千里而来拜谒冈古大象山的理由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